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建成。今天是2026年2月9號星期一，今天要來做開箱。我買了3樣東西，那我們個別先進行開箱。第一個是異丙醇 IPA， 它是99.9% 的，雖然價格比較高，但是這個純度比較好。然後 WD-40的精密電器清潔劑2瓶，然後一個是環保型的剎車盤清潔劑，它這個應該是無濾的，因為這個清潔油污的效果非常不錯，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。這個目前有促銷價了，所以我就買的比較多。那這個價格我都會附在我的影片上。那會買這個的原因，就是因為現在的 AI 比較方便，所以有時候遇到一些不懂的問題，稍微提問一下，他們就會給我應該說一個方向去處理我遇到的事情。雖然不是完全的正確，但是起碼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，這樣對我進行維修的工作來講，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正向的幫助啦。這一次是因為有一台機器的電路板被液壓油噴到整片都是，所以我上網查了一下怎麼處理。那我這邊拿了一個不要的電路板來做示範。那這些油是換下來的油，比較髒一點的，先把它進行一個浸泡。那等一下我們來清洗一下，看效果怎麼樣。因為異丙醇是一整桶的，所以我還是習慣把它分裝成這種可以噴霧的。那我先進行瓶子的清洗。那瓶子洗好，我們再裝新的。清洗出來的油污還是蠻髒的，這個就變得稍微比較乾淨一點。這個等一下我要清洗塑膠殼的。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，電路板已經都被這種油浸透了，先把它擦乾淨。如果需要的電子板有浸透到，那我們就是先把油噴掉。噴掉以後，我們直接用異丙醇下去做清洗。OK， 可以洗得掉。家裡如果有替換掉的牙刷，比較乾淨的，我都會把它留下來，剛好可以來刷這個電路板。因為這些都是溶劑，有揮發性的，所以建議你一定要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下去做清潔。噴上去以後，給它刷乾淨。有可以洗得蠻乾淨的。清洗完以後，一樣再把它吹掉。像這種塑膠裡面有一些空隙比較小的，就比較難清到了，所以多洗幾次應該就可以了。只要洗到看不見油光就可以了。最後我們再拿這種精密電器的清潔劑進行清潔。油很乾淨了，整個油光都沒了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塑膠的部分最主要是要測試這個，因為這個好像會溶解塑膠。這個用溶劑清潔好以後，我們要進行烘乾。那我都是用這種熱風槍，那如果沒有的，你就用家裡的吹風機應該就可以了，烘1分鐘左右。OK， 那這邊稍作示範就好。那烘乾以後，讓它靜置大概1個小時左右，讓它從這些零件上全部揮發掉，這樣子就可以裝回去你的機器了。接下來測試這一個，試一下。這個效果看起來也是可以啦，不過確實會傷塑膠的樣子。塑膠應該是還好啦，噴完的時候馬上把它吹掉，然後再用異丙醇清洗一遍，這樣就好了。不過我看到最後應該是用異丙醇下去洗就可以了啦，因為我目前遇到的狀況是液壓油的部分。那液壓油的部分，我們用異丙醇加上電子清潔液，這樣就沒問題。那因為這一次我的機器漏液壓油，造成我這一個轉接盒整個都是液壓油，所以我這一個要把它整個拆起来做清洗。那剛好可以用這一次的溶劑下去做清洗。我已經將它分解了，它有一個電路保護板，所以這整個都要拆起来做清洗。那因為有一些地方它比較缝隙裡面的，用這個噴的話清不太到。以前有收到一台这個，雖然說它的按鍵有一點壞掉，所以一按啟動它就會一直噴。不過這個沒關係，這個我後續再來做修理。接下來我們把一點異丙醇倒進去，接下來清洗電路板，可以將一些縫隙清得比較乾淨一點啊。用這個也比較省原料，這個電線啊什麼的，所有的相關的零件我們都把它噴一噴。
整個外殼啊，一些縫隙的地方都可以把它噴一噴。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它吹乾，然後組裝回去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電路板的部分吹乾以後，我們要用電子清潔液再噴過一次。這樣子確保它以後不會出問題。其他的塑膠殼我們就吹一吹，裝回去，這樣就可以了。等它揮發以後，我們稍微烘乾一下，然後放着等半個小时以後再把它組裝回去。塑膠殼的部分清洗完看起來還是有一些油光的感覺，所以我們試一下這個剎車盤清潔劑看看。因為它可能會腐蝕塑膠，所以我先洗這一個小零件就好。靜待1分鐘到2分鐘左右。洗完後把它吹乾以後，可以發現有稍微變色了，油光的部分有少掉很多了。接下來我们用异丙醇再清洗一遍，清洗完会稍微有一点脱色，呈现一些白色的部分。看起来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会傷塑膠，所以盡量用在金屬品就好。接下來我們這個，那我們用一下電子清潔液看看。看來這些有機溶劑都差不多啦，都一樣會腐蝕一些塑膠之類的，都有一點變色了。這個是用異丙醇清洗過而已，電子清潔液洗過的也會沒有那麼嚴重而已。剎車盤清潔劑洗過的幾乎都變色了。那接下來就是把它組裝回去。接下來我們將這個組裝回去。那基本上就是你拆的時候一邊拆一邊拍照，記一下各個螺絲的長短，然後最後按照原樣組裝回去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在鎖塑膠殼的時候，建議盡量用手鎖就好，有鎖緊就可以了。那這樣子就組裝完成了。這樣子洗起來，整體油量的感覺就減少很多了。等板子乾燥以後，我們這一個就可以繼續使用了。那我已經讓它乾燥大概有半個小時了，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進行測試。那因為我這一顆電池之前是搭在一起做使用的，所以這一顆電池也都有沾到液壓油。那我擔心的是它有流進去裡面，所以我先把它拆起來做檢查。還好拆起來它裡面是乾燥的，只有殼這邊有稍微用到一點點，那這個我們清一下就好。其他的部分看起來還好，那我們把灰塵清一清就可以了。電池的部分沒有問題，我們直接再把它組裝回去。接下來我們測試一下，測試起來沒有問題，那這樣子就清洗完成了。不過這種電路板的問題，可能要等半年以後，我們再來進行一次測試，那看它到最後這樣子的清洗過程會不會出現問題，這個就要等時間驗證。我已經在後面這邊寫上日期了，我們就是等大概半年以後再來回報一下。那我這一篇電子清潔液開箱說明分享影片就分享到這邊為止。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請訂閱和分享，謝謝。